朋友们，你知道疾病是怎样一点点地找上你的吗？你知道怎样才能让自己变得百病不侵吗？今天呢，就带着大家换一个角度来看一看你的身体。通过这个角度呢，你就能获得让身体健康的密码。老话总说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一个健康的身体呢，能为我们提供一切工作、学习、劳动等等各种各样体验的基础。无论你是求名求利，或者求仙问道，亦或者说进行各种各样的人生体验，诸如旅行、创作等等，健康是一切的基础。话虽然这样说，但是在现实的人生中呢，有很多人在身体没有出现问题的时候呢，其实根本就不会注意到健康的重要性，除非身体亮起了红灯。如果说是一个简单的发烧、感冒倒也还好，只是说很多时候呢，当你留意到身体健康重要性的时候，通常身体都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疾病。我们的身体其实是一个精密程序的配置。什么意思呢？大家来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体，你看一看你聪明的大脑、发达的五感、灵活的四肢躯干，包括各种各样完美运作的脏器、代谢系统，比如说你的免疫系统、你的呼吸系统、你的消化系统，亦或者说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细胞。其实呢，它们都是经过精密的配置和设计的。这个精密的配置由谁从根本上驱动呢？由你的意识。这个地方的话呢，要特别讲一讲大脑。大脑它不是核心程序，如果类比的话呢，大脑它更像是一个计算机，它是一个机器，而核心的程序呢，要归属于意识。我们说智慧在心不在脑，那么这个心呢，其实就是意识的一种表达。这个心它不是我们现在砰砰跳的肉团心，也不是你的攀缘心、执着心等等。那这个心是什么呢？这个心它是高维的心，是智慧的心，是佛经讲到的妙明真心。所以养好这颗心对于我们的身体呢，非常重要。中医讲百病由心起，治病先治心。从这我们就能看到养心对于身体的重要性。那养心要达到一个什么标准呢？就是能够维持一个平静的、祥和的、乐观的心态。说到底呢，就是一个字，静。听着特别的简单，但实际上来讲又很难做到。难是因为它跟我们的习性相反。我们正常的习性是一有不高兴就肯定会发火，遇到对未来不能完全掌控的，就会觉得焦虑。而说它不难，是因为所有的一切呢，是因为我们并不明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不知道这些事情背后的原理。一旦知道了，经过练习，我们就可以做情绪的主人，真正做到处变不惊、沉稳镇定。那什么才是事情背后的真相？我们又如何能够长久地维持平静祥和的心态呢？依照次第的不同，我们分3点讲。第一个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分成他的事和我的事。比如说你正在排队买东西，结果有一个人呢，就是不自觉排到你前面插队。面对这种情况，你可以分开来看，他的事就是插不插队是他的事，是他的素质决定的，而生不生气是我的事，是我的修为决定的。这世界上最困难的事呢，就是试图改变外境的一切人事物，因为我们改变不了，只有回过头来调整自己的情绪，提升自己的修为。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做到了不被外境所转，我们可以真正做自己情绪的主人，那么我们就更大情况下的保证了自己的安全平稳，不受干扰。接下来进入第2个真相，就是所有事情的发生背后都是有因果的。就拿《西游记》当中的3打白骨精来举例子。白骨精3番2次想要吃唐僧肉，我们观众一致认为他就是妖精。
就是做错了，他就应该死。但对于菩萨来讲，菩萨说这个事情没有对错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上一世，白骨精曾经是一个很简单善良的民女，她嫁到了另外一个村庄，不久之后，整个村子都染病了，而所有人一致认为这个病是由白骨精带来的，所以大家决定要把她绑到山沟里，让鹰啄死。于是白骨精含冤而死，所以她下定决心，永不为人。于是她三番两次想要吃唐僧的肉，就是要守住自己妖精的这个化身，永不为人来报复人类。所以菩萨讲没有对错，是站在空性的角度上来讲，并不是在世间来讲。看了这个故事呢，你就会明白一个道理，原来一切的发生都是有因果的，原来一切的发生都是必然的。有了这样的心态，在遇到生活当中的所有不顺心、坎坷、痛苦，或者是天灾人祸，你很容易就能够让自己接纳眼前一切的发生。因为就算不去接纳，你情绪上的抵抗也并不能改变这个结果，因为有前面的因才会有结果，这个果是无法改变的。所以我们常讲叫菩萨为因，凡夫为果，因为果是不能变的。而当我们有了这样的因果观的时候，你看待事物就能够相对平静冷静地接纳一切的发生，而不会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耗费在情绪当中，不仅没有用，还会让自己耽误后面的很多发展。好，说到这儿，其实大家已经觉得心里宽了不少，但这个只是解决了你心里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是我呢？为什么这个事发生在我身上呢？想要了解事情更全面的现象，我们需要来到第三个层次，也就是那个问题：我是谁？也就是说，谁才是真正的我？现在活在人间当中，各种情绪自由发挥的这个人，是不是真正的我？其实进入到第三个层面呢，这个就已经很难理解了。一定有一些朋友听到之后会觉得我接受不了，或者是我不能理解。没关系，我们先听听看，因为在未来，假如机缘到了，也许你就能够悟通这一点，那何尝也不是一件好事。好，回过头来跟着我的问题走。首先，你是谁呢？大部分人呢会说我是谁谁谁。那好，假如你改了这个名字，那原来的名字还是你吗？很显然，你不是这个名字，这个名字并不是你。好，那这时候你会说我是这个身体。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假如你今天是90斤，明天是150斤，然后减肥又减到了100斤，那这3个斤数哪一个是你呢？很显然，身体也不完全是你，更何况我们的身体每一天都在新陈代谢，一个身体6到7年的时间就可以完全的换一遍。那换掉的那个细胞是你呢，还是生长出来的细胞是你呢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好，接下来你会说思想是我，这总没错吧？这也不一定，因为我们的思想天天在变，甚至每时每刻都在变。想想10年前的你，再展望一下10年后的你，更何况我们所有的思维习惯都来自于记忆，然后通过记忆投射到未来，所以思想也没有一个特定的固体，那也不是真正的你。那谁才是真正的你呢？我们给出答案。从儒家上讲就是良知，从道家上讲就是道，从佛家上讲叫自性，也就是经常我们讲的叫天人合一。我们是原本自足的，我们是一体不分割的。我心即宇宙，宇宙即我心。听到这，可能有人就会说了，我就是一个小小的个体，一个普通老百姓，你怎么会我心即宇宙，宇宙即我心呢？
其实你只是因为不知道而看清了自己，没有找到真实的自己。祖师大德们早就已经给出了答案，比如说佛陀讲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只因执着妄想而不能证得。比如王阳明讲圣人之道无性自足，相之求理于事物者物也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就是因为一直执着于向外求，执着妄想迷了眼，而没有向内看找到自己。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本自具足的，越向外看就越会痛苦执着，而回归内心看，你就会找到那个平静祥和的自己。这一点阳明先生早就讲得很清楚了，叫心外无物，心不动，万物则不动，一切都是心上的事情。他还曾经举了一个很形象的例子，你未看此花时，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尽；你来看此花时，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，便知此花不在你心之外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原本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自性，都有一个良知，都有一个道，它是圆满的，是具足的，是清净的，没有烦恼的。一旦呢有这个事物在眼前展现出来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变成了一面镜子，这个镜面就会用六根接触六尘去照出世间的万物。所以当我们不被这个世间的万物所吸引的时候，你仅仅就是止于照出来的这个万物，并不会生出任何烦恼，不会去评判，不会去纠结，不会去苦恼，那么你的自性还是清净的。但如果照出了这个万物，然后被万物吸引跟着走，为之发愁，为之苦恼，那就障碍了你的本自清净。而苦恼的一切背后仅仅是一面镜子中成的相，因为这个事情毕竟没有入我的心，它只是我的心照出来的相而已。它随缘产生，随缘又会消失，但我们却往往执着于此，所以我们会生出各种各样的情绪，陷入其中无法自拔。明白了这个道理，你就会真的可以以出世的视角来看入世的事情。明白了，原来人的这一生，我所经历的不过是一场人生大戏，全部是镜中花，水中月，都是镜中的相而已。它会随着业力的安排随缘来随缘走，仅此而已，不必太执着。那如何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呢？阳明先生说得非常清楚，叫知行合一。这个知可不是知识的知，而是良知。简单来讲，就是要去除人欲，回归良知，按照良知去办事情，就找到了真正的自己。从道家上讲，就是无为而无不为，也就是说道法自然，一切都有自己发展的规律，我们不去人为的以人欲去干涉干扰，尊重它的发展规律，就叫无为，就是遵循了道法自然。而佛家讲的回归自性，也是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也就是说，看到所有的相，我们都知道它只仅仅是个虚相，不是真实的。不去因为个人的喜好取舍执着于此，便回到了真心本性。世间发生的一切皆是因果注定的，也就是说，一切的发生都是必然的，而一切的发生也是最好的安排。更进一步讲，从入世的角度看出世，那你会发现所有一切的因果发生，以自性的角度回看人间，它不过也仅仅是镜面当中反出来的虚相而已。所以一切都是相，一切都不是真实，一切都不需要太过执着。有了这样的认知，当我们在遇到人生中发生的困难与坎坷的时候，你便不会轻易被外境拉入到情绪当中无法自拔，而是可以退一步，以出世的视角去看入世，更清晰地明白，
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因果注定的，这一切的发生都是镜中花，水中月，都是一个虚像。我不必太过认真，不必太过计较，不必太过执着，就此我们便可以轻松的、无为而无不为的，顺其自然的面对人生当中所有的事情来来往往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